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频道，我是频道的主持人小王。这个频道主要跟大家分享金融与科技相关的知识，分析事件背后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做一个深度的解读。也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华侨银行突然关户的背后的一些原因，然后我们自己如何合规的去使用以及保护海外的账户。这一次大概分了3种不同的策略为大家来讲这个事情。第一件当然是事情背后的背景了，接下来我会讲到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关户的现状，最后再告诉大家如何去合规的使用银行账户，特别是国际账户。事件背景当然来源于 OCBC 12月11号的一封邮件，然后大量的关户，这次关户主要涉及了所有的海外的一些用户，但是这个原因网上众说纷纭，我这边归纳下来最重要的还在于合规的复杂性，然后满足客户需求时难题这2点。但是这一次由于是突然关户，许多人就只收到一封邮件就强制性的关户了，但是开户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这一点，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沟通，银行那一边客服那一边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是银行这边的解释是合规与反洗钱的，有些客户就觉得理由并不清晰，甚至感到不被公平的对待了，觉得背后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隐情没有解释，甚至会觉得新加坡的账户并不安全。那我对于这个问题也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我们先看一看网上的资料，然后这一部分就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是外籍的客户在新加坡居住的时候，或者提交证明材料自己以后会在新加坡居住，那也就是华侨银行后面的服务的对象就是目前在新加坡生活或居住，或者是即将在新加坡生活或居住的人。定期存款并不能影响用户是否被关户，除非是说 KYC 验证这一步能够做得完整，符合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要求，然后才可以保留户头。金融管理局的人在12月13号的发言，这个发言当然叙述了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处理的这个措施，主要提到了一点，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经历了规模最大的30亿的洗钱案。那所以说整个的关户风波并不是华侨银行发生的，而是从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开始，在他们需要求银行对每笔资金做合规的检测。那由于线上开户的 KYC 验证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这次关户的大部分人都是线上开户 KYC 验证不合格的人。两张图是油管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分享的应该是之前的 OCBC 开户的情况。那这个他是10月份的时候讲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当时是关户的时候是人到新加坡网点去解决问题，然后账户成功恢复。这个也就是12月11号国际账户关闭之前的解决方式，是可以
避免关户的，但是12月11号针对的是所有的外籍的没有做 KYC 尽调的所有的人，所以它的 OCBC 的它是在不同的时间做了不同的事情，那现在波及面会更大了。12月11号之后就变成了这些情况，然后收到了邮件，就明确的说明你是否居住在新加坡。如果居住在新加坡，就需要在线下银行官网上也对这个事情做了明确的提示。那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已经变成，如果是自己不能提供自己居住在新加坡的有利证明的话，那钱只能回国了。当然，作者也提供了新加坡人回国的一些方法。那这个事情看起来，也就是在12月11号之前，大家是能够正常使用的。12月11号之后，大批量的进行了外籍账户的关闭，而关闭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 KYC 验证没有去做到。那这个事情现在压力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当时是允许线上开户的，但是又突然关户，然后现在媒体的曝光比较强，所以银行那边面临了许多解释性的压力，然后造成大家对新加坡的银行账户的怀疑。我们再来看一下，从银行方面来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政策？当然有金融管理局的规定，然后还有反洗之外，银行本身也得配合反洗钱与合规的检查。这个里面我们重点强调了那个 AML 和 KYC， 也就是金融合规检查这一部分，我们做专门的说明。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由于它面向国际客户进行开户的时候，然后银行本身的系统里面许多是用自动化处理的，这些处理的话，势必造成许多不符合的客户，然后获得了开户，跟银行的后续处理产生了麻烦。由于大量的客户在同一时间段开户，客户的沟通与服务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银行的客户服务基本上还是人工的。现在数字化银行也兴起之后，所以就是线上开户的时候，对不符合标准的账户进行了关闭。但是这一次大批量的关闭，一定是所有的大批量关闭账户的大批量的账户关闭，一定是这一类账户从开户的时候，有些验证没有正常的通过。那么社交媒体这一边产生了影响，对银行又产生了其他的压力，这是银行这边当前的一个现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反洗钱和 KYC 这两步为什么要做，为什么必须做。我们来看一下反洗钱和合规性要求的这个指南。这个里面也提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作，然后端掉了诈骗团伙，并且这个造成损失总计130万美元。然后，新加坡去年到今年侦破了历年规模最大的34亿洗钱案，那也就说明从金融管理局的角度来说，洗钱的账户需要关闭，这是重中之重。然后金融服务行业，它要保证它所开的每一个客户的账户都不能用来洗钱，所以必须去严格的审核所开户的账户。那 KYC 验证就是了解你的客户，它是反洗钱的最关键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 KYC。它包括了哪些流程？客户识别流程和客户尽职调查是在客户开户的时候
开户之前来完成的，来判断客户能不能开户。如果是开户完了之后，还有持续的动态监测，来保证这个账户的用途如客户所说是一直使用的，并且如果这个账户后续的使用规则不符合银行的要求，用来洗钱的话，那这个账户肯定是要被关闭的。那新加坡的这一次整体的关闭，很明显就是在最开始的 KYC 验证的环节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大规模的账户开户，它没办法去判断每个账户都是未来合规的账户，所以说它现在没有直接关户，而是用户去在柜台上去做 KYC 验证，验证完了之后，然后在这个时候做了尽职调查，再来确定这个账户能不能正常使用。很显然，这一次的风波产生的原因，应该是大规模的线上开户中间的某些账户出现了问题。那么客户识别的这些程序，包括收集的这些资料，都是用来佐证当前的客户在所在的国家他是合规的、安全使用的，并且这个人是可靠的，所开的银行账户不适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所以个人和企业都有这一些要求。客户尽职调查，个人是用个人的一些工作身份来做评估。那公司这一头的话，实际上还得看公司当前的业务发展。持续的监测这一部分，就恭喜已经开户成功了。那开户成功完了之后，那使用账户要面临更严格的规范，并且不能用于违法的一些活动。KYC 的话，作为普通人开户之外，特别是社交金融从业人员更需要去做 KYC 了。KYC 本身它并不便宜，这个里面统计的数据是全球 KYC 的成本估计为14亿元。KYC 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 KYC 必须得长期坚持不断的做，因为它必须要符合监管要求，符合银行风险控制方面的要求。这个里面当然也包括银行本身，如果是没有做好的话，来用罚款，然后所在国的金融管理局也做一些规范。然后这个 KYC 是公司必须做的。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去解释为什么这一次华侨银行需要用户到柜台上去处理去做 KYC 了。由于现在洗钱的案件高发，也对银行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到银行它会为 KYC 的开户阶段以及使用阶段承受大量的成本，对于用户的识别越来越严格。如果是领开的银行的那个账户，对银行带来不了太大的收益的话，作为银行本身来说，它也是不愿意去开的。反洗钱和 KYC 验证才是这一次 OCBC 关户的最核心的原因。那我们分析清楚了银行端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以及它背后的出发的一些目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一下，假设我们作为个人的话，怎么合理的去使用银行账户。那既然我们知道了银行做反洗钱和 KYC 验证的必要性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合规的去使用银行账户。我分了6个点来详细的叙述这个事情，然后也能帮助大家合理的去使用银行的账户。当然，首先第一点的话，也就是刚才我介绍了，从银行层面来说，为什么要做反洗钱的尽职调查以及 KYC 验证？
那么用户的 KYC 验证当然包括护照啊、签证啊、地址证明、收入证明等等，满足 KYC 要求。那所以这一次，华侨银行为了降低银行开户以及使用的风险，那所以就只规定在新加坡居住或希望来新加坡的人可以开银行账户，然后线下柜台去做 KYC 去做尽职调查。那这样的话，文件准备就完成了。那开户完了之后，还要不断的更新银行账户的信息，确保银行知道自己的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这是 KYC 验证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间一定要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定期的交易策略，并且使账户合规的去使用。这个使用包括支付、购物，还有多元化的操作等等。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间一定要确保这个使用是符合你在开户时所说的要求的。比如说我开户说投资理财，那么最后主要用于投资理财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开户说投资理财，后面你拿银行的账户去洗钱，很显然是要被关闭了。跟银行需要做每一步的沟通，因为虽然说银行是在服务客户，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盈利机构，所以规范的去使用特别重要。配合银行的管理流程，这是每个账户使用人员所必须遵守的规范。那当选择银行的时候，在当前 OCBC 更注重本地的银行账户使用的话，也就是针对的仅仅是在新加坡或者打算来新加坡工作的居民的话，那新加坡的银行已经变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银行，不是国际性的银行。如果是说有国际的需求的话，建议还是用汇丰、花旗等等国际性的银行，但是也得符合他们的规范。那么这样就变成了，如果是说我们在开户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银行是否能接受国际银行的开户。那如果以后自己不是在所在国居住的时候，要配合银行如何的去做一些合规性的处理。那这个时候理解银行本身的政策就特别重要了。银行账户规则使用这一块儿，实际上包括两点，一块儿是银行本身的账户的一些规定，这一部分是从银行的明确规定来说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开任何一个银行账户，然后或者是说开外资这些银行转账的账户的话，就一定要搞清楚它的规定，这些规定在所在的网站上是有明确的说法的，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读，认真的去理解。然后除了银行本身之外，还有金融管理局从法律层面对金融的风险控制做了一些大体的规范，那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法规，然后保证财务安全。如果是自己了解了这两层的含义之后，再来正常的去使用账户的话，银行就不会出现关户了。开户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去备份一下银行账户，避免关户的时候，然后银行的账户的钱不能及时转出，造成许多额外的成本。实际上，由于反洗钱等等，然后监管的政策也是在不断更新的，所以要保证账户的合法的一些要求，来避免违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客户也要积极的参与银行的反馈。如果是自己需要银行去配合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尽量的提前的去沟通，而不是自己做了再去解释。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就到这儿，
也希望大家以后能明白 OCBC 这一次关户背后的含义。如果说我们以后去使用国际账户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去使用？谢谢大家。